嗨，大家好！难得这几天广州几乎天天下雨啊，所以呢，在下雨之后啊，气温就会降低几度，变得相对来讲比较适合外出骑行啊。现在温度应该是31、2度啊，也可能稍微高一些，因为已经到了下午的时间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出来骑一下啊，锻炼一下身体。同时呢，今天还带着一个小任务，继续呢测试一下我买的设备啊。现在呢，我已经打开了我的360相机啊，架在了我的车把的支架上。同时呢，我胸前呢还是放了一个 GoPro， 其实就是为了拍刚刚的一些场面啊，就是怎么来设置。但是今天呢，我全程还是要用我现在在脖子上挂着的夹在我的衣领上的那个赛宾麦克风来收录我的声音。其实我上一次呢，已经是在村里村外啊骑行了一段啊，用的这个赛宾小麦克风呢，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设备啊，但是呢可以达到我基本上的要求，就是我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即便是骑在外面的大马路上啊，我可以收到的自己的说话的声音呢，保持一个比较清晰的状态啊。这个呢是我其实很久以来在骑行过程当中一直想需要一个这样的麦克风。当然了，它比起那些高级货来讲，它的防风的效果，还有音质的饱满度啊、品质啊等等呢，肯定是不如的啊。你看现在这个村里面啊，他每天都会在那边清扫，就是用一个吹风机啊，把那些树叶都吹出来，然后呢，再由这些工人在外面呢，就是扫地啊。那每次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噪音。每次我骑过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呢，我避之唯恐不及啊，特别是不敢讲话，因为你一讲话的话呢，你的声音几乎就是跟那些噪音混在一块啊，是听不见的。那么如果你讲到比较要紧的几句话，结果就是听不到，被这些杂音给淹没的话呢，就会有些沮丧啊。尤其呢是对那些观看者不敬。所以呢，设备有时候也很重要，但是呢，并不是说你一定是花高价钱啊，越贵越好。我觉得呢，作为普通老百姓啊，一个普通的一个骑行爱好者来讲，就怎么样能够去买到自己一个适合自己的产品。那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那我今天呢，还是想骑出来，一个呢，当然就是健身了。转一转啊，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骑到祈福湖边那边去啊。然后呢，我就想测试一下这个麦克风，它离开这个360相机啊，多远的距离它依然能够收听得到我的声音啊。就有时候你把一个相机竖在那里，或者是作为一个来拍摄你自己行走时啊，就是周围简单走几步的时候，看看它能不能通过这个麦克风，然后呢就能够听到你自己说话的声音。如果你用内置麦克风呢，那肯定就听不到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要出来骑一下试一下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啊。当然都是一些小玩意啊，都不值一提的这种尝试。
这边呢是湖景六街啊，应该是湖景居的，有点跟绿怡街那边情况是一样的啊。这些房子应该造型都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呢，它离湖滨相对比较近一些。骑出这条湖景街呢，对面的就是叫什么祈福豪庭啊这样的别墅区了。在边上呢就是怡湖湾的那些高楼了。那我今天呢还是要到怡湖湾边湖畔那边去做一些测试啊。这边呢是怡湖街，就是怡湖湾这些房子楼下的一条内街。这个右侧啊，外面的其实就是莲花大道了。我还蛮喜欢走这条比较幽静的小街啊，走过无数次了。怡湖湾这边的一些高楼呢，就是站着围绕着这个祈福湖，有比较好的风景，所以这边的房子呢都卖得精光了啊。但是呢，据说也有那么几栋吧，发展商保留着作为一个公寓呢出租，就是有点像酒店式公寓那样子的。但我具体也没记清楚到底是哪一栋吧。今天的气温不高啊，而且刮起了风，反正我的耳畔呢就明显听到那些风声，还有呢就是那些房子啊传来的装修的声音，所以这个街道呢并不很安静啊。但是我看我的那个小麦克风啊，能不能在这些有噪音的环境当中呢，照样能够听到我自己的声音，说话声啊是否清晰。
我已经试用了这个360相机啊，大概1个多礼拜10来天了吧。总体而言呢，这个东西啊，有点像一个鸡肋啊。也就是说呢，它确实有很多硬伤，比方说它全景拍摄的时间只能有29分钟，然后呢，它的这个编辑啊特别耗时啊，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它的收音的效果啊，确实非常不尽人意啊。这个小朋友啊，踩着一个3D 车，直接从4级的台阶直接就蹦了下来啊。刚刚说到这个360相机存在的各种的不足，但是呢，有一些方面呢，我通过比方说购买这些外置的麦克风，已经基本上啊满足了我一个在骑行过程当中，尤其是通过那些嘈杂路段时的那种收音的效果啊，我觉得还可以。另外一个的话呢，只能做出一些妥协嘛，就是像这样的相机，它只能拍29分钟，那你平时就拍短一点了，就没有办法像我想象的那样啊，可以作为一个长途骑行，比方说1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长途骑行这样的拍摄啊，因为它并不支持这么长时间的拍摄。还有呢，就是它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拿手机呢，我觉得太费眼睛啊，也很难精确的掌控。那我现在几次呢，就是尽量学着用电脑来编辑。那么同样有问题啊，就电脑的这个软件的功能啊，居然没有这个手机 APP 上面的编辑功能多，这个是让人比较疑惑的啊。一般的话，手机版本都是比较简单的，而电脑版本呢，一般都是可以进行复杂的操作，但显然并不是啊。但这些呢都无所谓。总之呢，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相机，远远没有它有很多的博主啊，就尽挑着它的一些好处、优点来做一些宣传啊。当然，这个是厂家他想要达到的效果。那我们这些骑行的菜鸟啊，有时候呢就会比较理想化的去看待一个新的产品，然后呢就会比较盲目的听信这些博主们的所谓的测试啊、测评。但是呢，毕竟来讲，它还是一个不错的设备啊，只是你用对地方，或者说呢，你需要扬长避短啊，就用一下自己想要的那些部分的功能就好。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啊，就觉得就是一个小玩意儿，尽可能让它呢丰富一下自己的骑行，给自己带来一些新鲜感，让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呢，多多少少啊，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我拍摄的那些视频，拍到我车前那种景色啊，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
这边呢是祈福湖的北面啊，我把车稍微架一下，让这个360相机呢就支在我的车把上啊。我呢在这边望望湖，然后呢走几步啊，